中国经济陷入恶性通缩，内需断崖式下跌，企业竞相压价，年轻人找工作一年难似一年。习近平无可奈何，只好把颁布时间不长的禁酒令加以调整，允许公款吃喝刺激消费，总不能眼看着中国经济就这样一路冲向悬崖，那结果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北戴河会议可是习近平心头大事，一些重大决策可能会在这个夏天理出头绪来。8月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习近平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他的选择将是什么呢？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官媒新华网消息，王沪宁7月24号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在讲话中提及的中央8项规定就涉及厉行节约，这是党魁习近平很看重的东西。中国经济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什么都依靠政府，特别是消费，没有政府的公款吃喝，消费就黄了。中共官媒 CCTV 报道称，6月30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以纠正四风为主题的第21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所谓四风，当作忠诚度、廉价度的选人标准。5月18号，中共政府发布史无前例的禁酒令，全面管控高层公务员饮酒和私人聚会，并首次直接禁止公务相关聚餐中的饮酒行为，阻止公务员私下交流。据北京消息人士称，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制定了高层公务员下班后的活动计划文书，对公务员私生活进行管控。公款吃喝一直是中国高档餐饮业收入的来源。这项禁酒令发布之后，中国许多高档5星级酒店被迫另寻生路，纷纷摆摊出售各类菜品。据路媒封面新闻7月18号报道，四川南充一家具有78年历史的老字号4星级酒店北湖宾馆的大厨，从7月15号起开始摆摊，早上卖包子、馒头，晚上是卤味熟食，卤猪头肉、卤鸡、卤鹅等样式繁多，每天都是酒店资深厨师亲自切菜打包，过程中有酒店人员同步直播。据悉，早餐有6样食品，白菜包1个人民币2元，豆浆1杯1.5元，油条1根1元。晚市卤味更加丰富，从卤腱子牛肉到卤豆干、莲藕等素菜应有尽有。报道说，最近2个月，类似现象已在全国蔓延，那些5星级酒店、外资连锁酒店也纷纷走上街头，贩售盒饭套餐、熟食卤味等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搜。从星级大厨摆摊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萧条的缩影。中共禁酒令让原本依赖公款请客的星级饭店业纷纷面临重创，主动摆摊成为顶层品牌的求生手段。求生成了今天中国各行各业的真实写照。从电动汽车、婴儿车、服装到渔具制造，全都参与了一场筑底竞争游戏。广东一名 T 恤制造商唐永胜，他在河北经营着8家工厂。他说，他的竞争对手们愿意无休止地互相压价，因为中国许多主流电商平台都在持续压低价格。河北的许多工厂只能进行筑底竞争，他们死撑也要做，主要是生存下去。中国底层的生活状态成为真实版的鱿鱼游戏，而中共高层的现状也好不了多少，游戏竞赛过程可能更加激烈。朝夕令改就是这种政治的鱿鱼游戏产生的一些浪花。资深媒体人、精通中国事务的日经亚洲高级撰稿人中泽科尔观察到，在遭遇强烈公众批评后，习近平被迫对针对党政官员的禁酒令进行了微调。2012年12月，习近平刚刚升任中共总书记不久，他就为党员干部出台了一份行为守则，称为8项规定。这项被称作8项规定或8项决策的守则，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而禁酒风波的起点是今年3月12号，中共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这个小组隶属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贯彻8项决定的教育整顿，并宣布这场运动将持续到7月。这场整顿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确，结束时间恰好在今年北戴河举行的中共高层与退休元老非正式聚会之前。会议即将在8月举行。习近平掌权以来，就力推一种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方式，
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存在的目的就是强化习近平权威的教育运动。主掌这个小组的正是习近平最亲近的助手之一蔡奇。在2024年春季，他接替习近平担任了这一职务。蔡奇还主管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共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管理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与日常事务。2012年出台的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所提倡的节俭，并未明令禁止党员和官员饮酒，怎么就演变成禁酒令了呢？今年3月底，在这场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运动刚启动不久，河南省就爆出一起违反相关规定的事件，5名公务员饮用了4瓶白酒，其中1人因急性酒精中毒离世。今年4月和5月，不同地区又接连发生多起公务员因在与公职相关宴席上饮酒过量而离世的事件。这类频发的官员饮酒离世的事件，显然违背了厉行节约的宗旨，可能让习近平难堪。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今年5月中旬发布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新规警告全国党员干部和公务员，在公务接待中不得铺张浪费，不得食用高档菜肴、饮酒、吸烟。公务员普遍将这一警告视为变相禁酒。一些地方单位对此反应过度，甚至禁止干部在私人场合聚餐，包括周末，只要喝酒就一律禁止。一些餐厅内还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便一旦公务员前来消费，便可将其上报相关部门。公务员在严密监控之下，连外出就餐都成问题。全国许多公务员为了避免受罚，纷纷避开餐馆，这直接导致酒类销售出现极端下滑。中国餐饮业赚的就是公家请客吃饭的钱，公家不来吃饭了，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一些星级酒店也只好放下身段，出街摆摊了。民间不满随即爆发，怨声载道，中共政府内部官员干脆不干活了，反正连白吃白喝的机会都没有了，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当公务员的优惠感被打碎了一地。一些地方高级官员开始针对禁酒令发出暂缓的呼吁，中南海对此进行了微调。7月22号，党媒《人民日报》刊文称，倡导节俭和鼓励消费并不矛盾。这篇文章的浏览量达到186.5万。文章说，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提振消费同样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并在结尾处写道，说到底，日子好好过，该省的省，该花的花。6月17号，人民网发布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强调，并非所有吃喝行为都被禁止，真正被禁止的是在公务活动中大吃大喝、饮酒、吸烟。6月19号，新华社也发布了评论文章，详细说明了政策的调整内容。6月20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的网络版也刊登了类似内容的报道。新华社的评论标题强调，应避免在整治违规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求是的标题则指出，正常饮食并不在禁止之列。中泽克二认为，与当初结束清零政策相比，这次针对禁酒令的误读与过度执行，习近平当局反应迅速，及时踩了刹车。这一举动显示，习近平政权似乎决定将恢复国内消费置于保全面子的考虑之上。化解禁酒风波的时机，也显然是有意安排在6月底召开的最新政治局会议之前。在6月30号的会议上，中共高层官员决定建立一套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中泽克尔说，这一决策轻微撼动了习近平长期一手掌控权力的决策体系的根基。眼下，习近平正面临北戴河会议时刻。北戴河会议不是中共正式的会议，是中共最高层与退休中共元老聚会的场合，这是中共惯例。中共领导人将在8月初到北戴河进行2个星期的休假式办公。北戴河是中共权力的一个重要象征。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知道，开小会比开大会更重要。胡耀邦被罢免总书记是在几个老同志发动的所谓党内生活会上完成的。赵紫阳失势是在邓小平家中策划好的。北戴河也成为中共政治最神秘的舞台，一众中共元老齐聚，
说不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尽管习近平的权力还很集中，却已经显示出裂痕。一旦压力够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产生脆断。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近日发表《后共产主义中国：准备一个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长篇研究报告。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指出，在习近平执政10几年之后的今天，把共产党制度的正反两面都看到了以后，中国未来最有希望的一个前景，就必须要走出共产党制度，这就是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